晚上睡觉千万不能关窗户，然后你家阳台就会随即掉落一个天使美少女。男主森太郎只是因为昨晚忘关窗户，一觉醒来居然看到阳台有个白毛少女正在睡觉，吓得一下子把牛奶泼到人家身上了。注意，我说的是真牛奶，毕竟是自己不小心。森太郎只好让美少女来自家卫生间里收拾，一个人蹲在外面头脑风暴，这什么鬼玩意儿？这年头怎么还有搞 cosplay 的非法入侵别人家阳台呀？这时美少女出来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没有可以换的衣服，森太郎连忙翻箱倒柜找了一件自己的宽松 T 恤。美少女自我介绍叫飞羽，她觉得森太郎是一个内心非常纯净的人，感谢神明大人的指引，还说想跟森太郎的家人打声招呼。但森太郎是一个人租住在这里，飞羽大为震惊，你居然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吗？了解到森太郎其实只租了这个单间而已，又瞬间不可思议起来，他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杂物间呢。不过不管怎样，为了回报森太郎让自己留宿的恩情，飞羽表示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看着面前相间半路的美少女，森太郎心中荡漾，而且美少女还说想对他做什么都可以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抱歉，森太郎就顶得住，直接说自己没有任何想要他做的事情。于是飞羽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打算给森太郎做顿饭，结果一开冰箱啥食材都没有，就想跑去帮忙收拾一下屋子，一不小心把森太郎的小宝贝们踹翻了，而森太郎一个没看住，飞羽又在那里阻止猫猫打架，最后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。森太郎只好给他贴好了创可贴，这让飞羽更加感受到了这个少年的温柔，坦诚自己是从天界来的，其实是个天使，受神明大人的嘱托，昨天晚上降临人间，作为天使代表来学习人类知识。当然他说的话森太郎一个字都不信，只当这是一个离家出走的电波系中二少女，毫不犹豫找了个借口把她撵出自己的家。不过人家毕竟还是个女孩子，森太郎就把她送到了附近。飞羽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，就老老实实感谢了森太郎的照顾。分别后森太郎就跑去打工了，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不得已早会，昏昏沉沉的往家里走去。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和中年大叔一起走的飞羽，森太郎顿时一激灵，飞羽也注意到了森太郎，非常开心的告诉他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这位好心大叔，一上来就邀请他去住酒店。大叔心虚的扭过了头，森太郎抓起飞羽就跑，结果没跑几步就晕了，最后还是飞羽把他带回家里照顾着。森太郎醒来时，飞羽已经用剩下的面包做了一碗牛奶粥，还亲手喂给他吃。森太郎也是很久没吃过别人亲手做的饭了，感觉这样生活好像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想起来飞羽今天的遭遇，立刻提醒他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，这世界上的坏人可是很多的。看到飞羽露出沮丧的神情，森太郎无奈的妥协了，表示如果他实在没地方去的话，暂时住自己家里也是可以的。就这样，森太郎开始了和天使美少女的同居生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飞羽瘦瘦小小的，究竟是怎么把森太郎给拖回来的呢？那当然是用飞的啦。说着飞羽就展露了自己洁白的翅膀，好家伙，原来你真的是天使啊！森太郎一觉醒来，还以为昨天发生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一场梦，扭头一看，梦里的天使美少女就睡在他身边，只能无奈接受了自己意外捡到了一个天使的事实。为了方便之后的同居生活，森太郎带飞羽去超市采购，飞羽一激动翅膀就露了出来，虽然被教导过在人间要把翅膀藏起来，森太郎很好奇他们天使是怎么被教导的。原来天界有本书叫《好孩子必读人间大百科》，上面写了各种人间的规矩，而飞羽来到人界就是为了将神明大人的意志传递给人们，守护往来于天界和人间的灵魂，让人们获得幸福。至于具体是做什么，这就是飞羽需要学习的内容了。说完之后，飞羽拆开了一个面包，尝了一口，惊为天人，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森太郎却有些犯难，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够给自己买便当，再多一个人就不够用了。看来之后还是得尽量买食材自己做饭，还要给飞羽准备一些日常用品。两人就又去了一趟商场，买筷子的时候，飞羽注意到了一个印着猫猫头的杯子，心里喜欢的不行，但是考虑到森太郎家里已经有杯子了，他还是默默放了回去。而飞羽这副打扮实在太过引人注意，森太郎就想先给他买几身日常穿的衣服，两人还被店员姐姐误会是小情侣。换衣服的时候，飞羽觉得森太郎对自己实在太好了，可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能做些什么作为回报。突然想起来自己说过，让人们获得幸福也是天使的工作。换好衣服后，快步走到森太郎面前，握住他的手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誓，我一定会让森太郎大人幸福的。好家伙，这是什么求婚现场？换上日常衣服后，两人又去买了点菜，一起和和美美的回家，仿佛真的是同居的小两口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飞
宇才发现那个被自己拿起又放下的杯子，原来森太郎当时就注意到了，于是偷偷买了下来。看着飞宇的笑脸，心想这杯子买的不亏。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才意识到最重要的东西没买，他们家只有一床被子呀。当天晚上，飞宇用买来的食材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并讲了自己昨天晚上的遭遇。总之就是误打误撞落到了森太郎家的阳台。森太郎吃着酥脆多汁的炸鸡，还有热腾腾的味噌汤，忍不住感慨，有这种生活，夫复何求啊！他终于可以告别只能吃面包过后的生活了。仔细想想，这个天使大人还真是了不起，又温柔又漂亮，还家务全能，把他留下真是无比正确的选择。晚饭结束后，森太郎又教飞宇如何使用浴缸和卫生间，教的时候还没觉得怎样，等飞宇真的进去洗澡了，门外的森太郎瞬间不淡定，忍不住开始想象这样那样的画面，觉得这样太不尊重飞宇了，就跑去看电视。可是电视上的画面根本进不到脑子里，完了，他真的完了。有女孩子在他家换衣服、洗澡、睡觉什么的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不过想到明天还有英语小测试，森太郎只能拿出课本开始学习。没想到他是那种一开始做事就会集中注意力的类型，瞬间就把飞宇在自己家洗澡的事情给忘记了，以至于学完后想起来上个厕所，一开门发现了浑身赤裸的飞宇，吓得赶紧关上门解释。等到森太郎开始泡澡的时候，飞宇居然跑了进来，说要帮他搓背，吓得森太郎又立刻拉上帘子说不用。晚上就更痛苦了，因为家里只有一床被子，两人不得不在同一个被窝里同床共枕。飞宇倒是睡得挺香，森太郎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顶着黑眼圈，浑浑噩噩地走向卫生间，一开门又撞见飞宇在换衣服。这种尴尬的事情还演个没完了。森太郎洗漱完，顺便上了个厕所，刚脱下裤子，飞宇就推门准备刷牙，抱歉，让你看到了脏东西了。两人的早晨就在这些混乱中过去了。到了第3天，森太郎还是一脸睡眠不足的模样，但是看到面前丰富的早餐，又觉得幸福。吃饱喝足后，他就准备上学去了。飞宇也是这才知道，森太郎还是个高1学生，本来想跟他一起去学校的，可森太郎说什么也不同意。这么一个美少女跟在他身边，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。他让飞宇留在家里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飞宇只能乖乖留了下来。走在去学校的路上，森太郎才感觉自己今天好像吃得太撑了，结果损友还猝不及防一巴掌拍在了他背上，害得他差点吐出来。紧接着另一个女同学也走了过来，关切地问他要不要紧。这两人分别叫修一和小愁，小愁一看就是对森太郎有好感的，但其实他跟修一才是青梅竹马。3个人就一边聊一边往学校走去，而留在家里的飞宇等森太郎一离开就开始无聊了，干脆把森太郎的单身小公寓做了个大扫除。可此时才刚过11点，明明分别才3个小时，飞宇就已经非常想念森太郎了。突然想起来森太郎早上走的时候好像没带饭，他走之前说傍晚才会回来，那中午要怎么办呢？飞宇忍不住脑补了森太郎饿晕在地上的场景，饿肚子的森太郎怎么可能幸福，立刻冲进厨房开始做便当。此时森太郎他们也到了午饭时间，修一和小愁都有各自的便当，只有森太郎拿着一盒蔬菜汁，他解释是因为早上吃的太多，现在没胃口，而且要是饿的话等会儿会去买面包。小愁就担心森太郎每天都这样会营养不足，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他做便当，反正做1份是做，做2份也是做，对森太郎的好感已经不加掩饰了。偏偏旁边的修一很没有眼色，非得让小愁顺便给他也做1份，反正做2份是做，做3份也是做嘛。小愁自然是毫不犹豫的拒绝。两人拌嘴的时候，森太郎突然注意到窗外飞宇正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他，吓得他赶紧把人挡住，悄悄让飞宇去楼顶等着自己，然后自己也火速冲向天台。飞宇就抱着便当盒飞向了楼顶，下面的几个学生都看呆了，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吗？是通宵打游戏打多了吗？怎么感觉好像在学校里看到天使了呀？不过此时压力最大的还是森太郎，他已经能想象到飞宇身份暴露后引发的一系列轰动了。意识到自己似乎给森太郎添了麻烦，飞宇也感觉很愧疚，把便当盒放下就准备离开。这一下轮到森太郎愧疚了，人家好不容易给他做便当送过来，他怎么能埋怨人家呢？于是邀请飞宇留下来和他一起吃饭。便当的种类相当丰富，里面还有森太郎昨天说过的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菜。有这么细心温柔的老婆，这个男主能不能换个我当啊？两人在天台上你侬我侬，氛围相当好。小愁心里却很不是滋味，他鼓起勇气对森太郎说可以帮他做便当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其实森太郎是小愁的初恋，小时候小愁去隔壁镇的亲戚家，结果自己跑出来后一不小心迷路了，就是森太郎把他给送回了家。从此以后小愁就记住了这个名字，本来以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，没想到9年后他们居然考到了同一
一所高中。在小愁看来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重逢啊。然而此时他命中注定的对象却在鬼鬼祟祟的跟一个白毛美少女交谈，还没从森太郎跟女孩子约会的震惊中出来，下一秒那个白毛美少女居然长出翅膀飞走了。